刚才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怎么蔫了？传闻中精彩绝艺的天骄，如今也不过是我脚下的一滩烂泥。你的心肝，想必味道极好。上一世，我死于一场雨夜车祸，带着记忆重活一世。我日夜苦修剑道术法，本以为能逆天改命，难道今日又要重蹈覆辙？我不甘心！哪里跑！什么人？区区妖孽也敢在此放肆！收了吧，还能给长青当个丫鬟。我还活着，是谁？好大的口气！要我族圣女给你儿子当丫鬟！准帝巅峰龟缩在一个女人身后，好久不见，都吃上软饭了。看来你皮又痒了，分不清大小王了。那来试试看。时代变了，准帝，过家家都不够。长青，别急着走，这是2个野鸡蛋，拿着路上吃。爹，娘身体不好，还是给娘吃吧，我不饿。傻小子，娘吃过了，你拿着路上吃，饿着肚子怎么读书啊？爹，娘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放心吧，等我好消息。看不到了吧？都出村了，应该看不到了。装得累死我了。没想到堂堂大帝世家苏家当代家主，在这儿居然是个老头子，让人知道怕是要笑话死了。你以为我想呢？难道你想让长青像他大哥二哥似的，一个狂一个傲，这哪个是当少家主的料子？这次我让长青从底层开始锻炼，撇弃家族背景，历经磨难，坚决不能让其成为纨绔子弟。长青他，我听闻李先生教书极为苛刻，长青会不会一时接受不了？苛刻点才好，这样才不会自满。我叮嘱过先生了，不用看我面子，越苛刻越好。再说了，拜师哪有那么容易的？我和李先生说好了，3次拜师后再收下他，这样长青才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，用心去学。长青读书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他很聪明，我教他识字时，他一遍就记住了。没问题，那可是当代儒仙。看着吧，不到50，长青就会回来的。长青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放心吧，叔。今天少主怎么起这么早？难道家主有新的安排？你居然不知道，家主昨天从中州请来了一位先生来当少主的启蒙老师啊！什么人物还需要咱们家主去请？这面子也忒大了。中州圣学院的大先生儒仙李清晨，够不够格？够了够了，文道魁首来当启蒙老师，只是启蒙老师就请来了儒仙。少主要是开始修炼了，家主得请什么人来？爹，我也想读书。读个屁读！你当你老子也是准帝呢？切，不读就不读。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！来到这地方18年了，连是哪个朝代都不知道。这次村里好不容易来了个落榜的老秀才，一定不能错过这次学习的机会。爹娘散尽家财为我求来这机会，爹娘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。这就是先生居住的地方吗？学生苏长青前来求学，为了培养儿子，居然甘愿封地为界18年，这苏家家主倒是个妙人。做一个都已经籍贯少年的启蒙老师，怎么听都有些儿戏。苏家主所托，恕难从命，不必多言。苏家主请回吧。李先生何必急着拒绝？看看这个东西，再决定也不迟。我李清晨岂会因外物？这是……先生不必看我的面子，尽管苛责一些。2年时间，能学多少看他的造化了。
罢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学生苏长青前来求学。见过先生。相比苏家那2位少主，这位倒是看起来靠谱一点。进来吧。果然有学问的都傲气，我们村里的人就不一样，待人可热情了。我虽然收了你父亲的东西，但并未答应教你，只是给你一个机会罢了。能否彻底留下来，还要看你自己。若是不能通过我的考验，那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劳烦先生了，我一定尽力。果然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这字蕴含道理。当初我那文圣之体的3弟子都耗时3个时辰才解开，用来让他退去绰绰有余了。不知道是什么考验，要是考这个世界的硬知识，那可完蛋了。我上哪儿学过？等你看明白了就能留下，要是看不懂，那就回去吧。看明白？这让我看什么？看你的衣写的直？可恶，谜语人该死啊！就算没上过学，这一字也不可能不认识，说明这老秀才肯定是暗指其他。这是不想教我，在刻意刁难。要是答得不满意，求学怕是没机会了。这里面肯定我不知道的寓意，到底在哪儿呢？没有修行，也不曾读书，这要是能看出来才是怪事。不过性子倒也坚韧，都1个时辰了，还能盯着空无一物的纸不断观察。没办法了，是真看不出来这一暗指什么，只能互救了。先生，哦，看明白了，想好了再说，不懂便是不懂。若是胡言乱语，再进这门可就难了。学生倒是浅浅的明白了几分，只是不知道对不对。明白了几分？既然明白了，那你就说说看。先生的字苍健有力，刚健雄浑，虽然简单，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势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字体。溜须拍马，巧舌如簧，难成大器。我明白，先生赐下的这题看似简单，但肯定蕴含深意。学生再三思考，才恍然大悟，明白先生的苦心所在。故弄玄虚，不知所谓。一个简单的一字，能有什么深意？住嘴！这个一字虽然简单，但大道至简。你说这是个什么字？先生，这难道不是个一字吗？他居然真的认出来了。到现在不过区2个时辰，比当初文圣之体的老3还要快上许多。长青，你是如何看懂这字的？字，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？这么大的字，只要不瞎都能看明白吧？你是说你第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字？这是什么字？苏长青。家主，昨天中州圣学院有一天生文童做出4言绝句，引得文帝雕塑光华百丈。道教宗门神霄派昨日放出消息，已经确定当代道子死在了秘境，近日正在重选新道子。南域太虚禁渊近期要开了，不少大能携子嗣都在赶来。行了，这些小事儿你们看着处理就行，赶紧做饭吧。长青快要回来了，今天做丰盛点，宰个鸡，就说上山打的。少主不是去李先生那里读书了吗？怎么中午还回来？前2位少主太过顺风顺水，小少主初次拜师，肯定受了李先生不少刁难。你们懂个屁，这叫策略。如仙教书的阵仗还真是不一般啊！有理。以凡俗之躯，一眼悟道文，甚至都不需要过多参悟。这么严肃，难道我说错话了？明明第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为何多等了2个时辰？先生这简单的字却蕴含深意，弟子也是才想明白。原来是怕我考量太深，不敢直言。道文对常人极难，他一眼明悟，难怪会多想。哦，一个简单的一字，你都能看出深意，不妨说说看，这一字里面都蕴含了哪些意思？一虽然简单，却可看作万物之始，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无穷尽也。先生初次见面赐下一字，想来是要告诉学生，万里道途始于足下。自一开始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则无穷尽也。
文帝先生，文帝先生啊！大道至理，居然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，这究竟是写出了何等惊世骇俗的文章？前天还说文帝霞光百丈已是10年不遇，未曾想，居然还有能让文帝雕塑霞光万丈者，这已万年不曾出过了呀！百丈银光也配碰瓷万丈文道彩霞，这根本是2个概念，好不好？不管是谁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传讯如仙队，快传讯如仙！老夫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何等言辞，才配得上文帝这样的评价。若是我宗道子不曾陨落，当在这论道之日大放异彩。师兄不必介怀，道子命中有此一劫，天命使然。眼下重要的还是新立道子，我宗年轻一代不能没有领头人。新立道子难呐，宗门其他弟子没这个本事。过些时日我下山看看有没有合适人选。祖师画像显灵，这是世间出现了让道祖都关注的修士。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！这一代我道教能否大兴，应该就落在此人身上。这光柱莫非是道祖显灵？推算不出，被戒狱遮掩。我不信了。在南域。如仙大人，文帝雕塑霞光万丈，速回。师父，有大才降世，文帝赐言，大道至理。文帝雕塑竟涌现万丈霞光，还有文帝亲自赐言。当初我也曾有此殊荣，但阵仗和长青一比，可就差远了。长青，这本列国志典你先看着，在这等我回来。好的，先生。滚！道教的牛鼻子，我是不是下手重了点？咱家和道教的关系其实还不错的。开玩笑的，那家伙还发现不了是谁动的手。哼，也就是道教的人，换做其他人，他安有命在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李先生找我。李先生，苏家主，瞧我这记性，这是文帝随笔，请先生收好。先生放心，我苏南说话算话，2年，只需要2年时间，不管长期能学多少，先生尽管离开。那就多谢苏家主了。苏家主，我此次还有一事相商，我打算收长青为弟子，不知苏家主意下如何？我的乖乖，文帝随笔威力也太猛了吧，生怕我收回去，连收徒都主动安排上了。那感情好，多谢李先生抬举我家这小子。这可不是抬举，做他的老师，我也与有容颜。长青的悟性很强，说一句天生的大儒都毫不为过。只要踏入儒道，他的成就不敢想象。而且长青他刚刚……我懂先生收徒的意思，但先生可别太纵容夸奖他，太过自满意骄纵，这人就废了。我这18年的心血也就泡汤了，还望先生务必严苛一些，让他多受点打击，这样才能保持一颗敬畏的心。这定然是他们一早就发现了长青的天资，故意如此。真不愧是苏家，苏家主大才。夸完儿子夸我，文帝随笔也太好使了。李先生快请起，使不得使不得。苏家果然不一般。李先生不必如此，教书正常教就可以，但是平常要多敲打一些，不要让长谦养成过于自大的性格就好。我明白苏家主的意思了，似长谦这样的确要时常敲打一番，不能过于自满。那接下来2年时间就有劳先生了。放心，我定会让长青养成艰难求学、努力拼搏的性格。苍灵大陆，5域10国，这个世界居然有仙人存在，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当一名修士。想当修士，那就要好好读书。先生，读书也能成为修士吗？当然，读书也可读出浩然正气，
一言可令天地色变，万灵俯首。不知在你去中州前能累积多少浩然正气，能不能做到一步成圣的地步？先生，既然毒书这么强，为何常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？毒死了当然百无一用，可若毒活了，那便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长青，你可愿入我门下？拜师行啊，但先生你会仙法吗？我可不学酸腐文章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，长青，你既已籍贯，可曾取了表字？我双亲都是山野之人，学问不高，还未曾取字。好一个山野之人，堂堂大地世家的家主，恐怕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评价吧。以后你名长青，字志瑜。多谢老师赐字。这是师傅收了一位小师弟，我有小师弟了。至于这字，小师弟怕是有麻烦了。白鹿学院魏师伯和师傅一直不对头，前不久他也刚收了个小弟子，赐字灵思。可这灵思和至于一比可差多了，又是师傅刚收的弟子，这白鹿学院院首魏苍携弟子拜访如仙。他来此地干嘛？怎么看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如仙大人收了个小弟子，气运发生了变化，这魏院首怕是为此来的。这不是前2天引动文帝雕塑光华百丈的文童吗？居然是魏院首的小弟子，便难怪了。魏院首和如仙师出同门，却理念不合，关系一直不太好。但如仙大人天资太过恐怖，不管哪方面都强压魏院首一头。如今魏院首年岁已高，于是把希望放在了自己弟子身上。不对啊，即便是比试，但为何这样怒气冲冲的样子？魏院首前2天刚为弟子赐字灵思，结果这才2天，李先生也收徒了，同样赐下了表字，字至于。魏师伯，家师不在，有事还请礼堂落座。哼，坐便不用了，让李清晨出来，我来讨个说法。师伯，这事儿应该是巧合，我师父一直不太关心这些，大概是没注意到师伯也刚为弟子赐字。我想他李清晨不关心这些，你的意思是我小肚鸡肠，时常关注他是否收徒了？再者，他收徒便收徒，我还没那闲工夫找他的麻烦。结果我刚给弟子赐名灵思，他转头来个至于，这不是针对我是做什么？是看我老头子老了，好欺负了不成？是学生说错话了，还望师伯莫要动气。你是小辈，我不为难你，让李清晨出来。当了如仙，现在你师兄亲自上门，连见你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师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火爆脾气，这还真是无妄之灾。此次是我之过，师弟认了。刚好我也新收了一个弟子，学识还算看得过去。既然如仙大人能赐下至于这样的字，想来定是文道天骄，万年难遇。我今日带小徒来，是想讨教一番，看看我这徒弟差在了哪里。求如仙大人成全，不然我文道之心不顺。当然，我收徒比你早1年，你可以教导一段时日后，咱们再比试。一定要比？一定要比。那好，2年后你再来寻我。哼，师傅，师傅，长青，怎么了？还未请教师傅名讳，日后该怎么称呼？我明理，唤我如师傅便好。那弟子什么时候开始学习？怎么，这列国志典还未看完，就想着看其他书了？虽然只是一本简单野史，但却可以让你了解完整的世界。这对你日后……卢师傅，这书我刚看完了，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啊。这书不是很简单吗？这本人记，你看看，稍后我要考。好。师傅，我看完了。第47页12行讲的什么？我未见好人者恶不仁者，好人者无以上之。第86页3行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妾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彼。第102页5行，不愤不起，不佩不发。师兄啊师兄，你好不容易收了个弟子，非要和我比试个什么劲儿？师傅，弟子读得如何？还算尚可吧，比普通人略强一些，但和一些天才却相差甚远。啊？我这么差劲吗？当然。你以为自己读书快很厉害吗？这世间天骄无数，有人从未看过书，却明悟天地治理，一日成圣；还有孩童刚刚降世，便天降祥力，
文道赐福。你如今都已籍贯，却刚刚开始读书，即便读书快一些，那也是灵智成熟的缘故，算不得什么天赋。能把这万古第一奇才说得如此不堪大用，我也是世上独一份了。师父责备的是，弟子日后一定注意。唉，我本来就是一普通的山民孩子，又哪里成什么天才去？真是白日做梦啊！你也不用妄自菲薄，你的悟性还不错，只要努力一些，日后定能有一番成就。不用安慰我，师父，我自己清楚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被打击到的。书上说了，笨鸟先飞。好，这些日子你只看书就好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明天再问我。如师傅再见。不管什么书，自己就能看明白，还能举一反三。我只要把握住学习的大方向就够了。这师傅当的倒是轻松。虽然我的资质不是那么好，但好歹拜师成功了。只要慢慢来，总归会有一天走出这青山村。到时候去找一个宗门，去看看传说中飞天遁地的修士。长青，二牛哥，刚从田里回来啊？今天田里事儿不多，闲着没事就过来转转。二牛哥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长青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平常二牛哥对你咋样？是不是没话说？那当然是极好的。二牛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我就知道长青不会拒绝我。长青，最近你二牛哥相中了一家姑娘，但人家看不上我这大老粗，最喜欢有学问的人。你这不是拜先生为老师了吗？你看看能不能教我两招，以后我也能在心上人面前小装一下。二牛哥有心意的姑娘了，这忙我当然要帮了。可这先生传授的学问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往外传。等我明天问过师傅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再私下教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这人脑子笨，你教我也学不会。我只要一两篇能过耳的诗文就行。说起来，咱也能作诗了，不是？只是诗文？对，那姑娘最喜欢作诗了，先生日常随口吟的诗就可以。那好办，交给我就行了。长青够意思，我到时候问问他想要什么类型的，然后再告诉你。先生教书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学识渊博，通古今之来事？是啊，先生还会仙术，给我施展了一番，我才拜的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知道吗，二牛哥，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仙人，能日行千里，徒手开山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我也想尝试一下那御剑飞行、闯荡江湖的感觉。你说的那些仙人，要到这青山村来都得吓死。等书读够了，我一定要外出闯荡一番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家主封山为界是为了少主好，但站在少主的位置想一想，恐怕这青山村的人都是混蛋。长青，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我也送你件礼物如何？行啊，是弹弓还是木剑？一本剑术秘籍。剑啊？哎呀，只是残缺的秘籍，也就能练着玩玩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允许任何人在长青面前施展功法，明白了吗？这剑谱只有剑法招式，没有心法也练不成。少主反正快接触修行了，提前熟悉下应该没事。二牛哥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东西的？前不久上山打猎，从一个山洞无意间找到的。长青，这东西修炼不成的，拿来玩玩就好，可千万别为此耽误了学习。还有，千万别跟其他人说，这东西是我给你的。放心，二牛哥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二牛哥，我先走了，等你确定好要什么样的诗文，再来找我。这不会出事儿吧？应该也就这2天新鲜，等发现练不成，这劲儿也就下去了。没事儿，自己吓自己。青秋啊，干嘛呢？烦死了，最近心情不好，别找我。哪个混蛋惹你不开心了？我去狠揍他一顿给你出气。哎，打打杀杀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能作诗吗？你能写词吗？我2年后要和一个混蛋文道比试，正在想创作什么类型的诗词，好压他一头呢。我家少主可是拜了如仙为师啊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帮你，最近我拜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儒道师傅，诗词那绝对天下一绝。你苏家子弟拜了一个文道老师，你爹没把你腿打折？哎呀，你别管那么多，想要什么类型的诗词尽管说来，达不到你满意，我以后再也不烦你了。其实你也不是很烦，只是最近压力有点大，作诗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你快说，要什么类型的诗词，我一定给你做出来。你也别勉强，简单点，就取一个我名字里面的秋吧，几言几句都可以。秋是吧？等我3天，我这诗一定可以让你打败那混蛋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在青丘面前装个大的。要是回家练，爹娘肯定觉得我不务正业。就在这儿看看，这修行界的秘籍究竟有什么不俗之处？惊涛剑法，好名字。这剑法足足720招，变化竟如此复杂。水无常形，却能穿石；气无常势，积势成波。惊涛者，非一力之勇，
乃万重之蝶也。先是这招，平湖起浪。哼！难道说？果然是这样，力发于足，转于腰，不是靠爆发，而是靠推。蝶浪九重，重在蓄势。给我破！成了！这秘籍居然是真的！虽然练成了，但这剑法还是有些别扭，应该是缺少了心法的原因。而且这剑法居然2、3遍就练会了，应该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。日后还是要常加练习，剑招转换还是有些生疏，还可以更强一点。不好，这附近大山可是有野兽的。前不久村里的苏七叔就是让大虫叼走了，死不见尸。我现在虽然习得了几招三脚猫的功夫，但绝对没信心能杀死野兽。长青，快来，我给你说个。家主，文林家的小子都急惯了，还成天风风火火的像什么样子？还没破第4境，你爹不是给你找了一门剑法吗？本命秘技还没练出来。快了，再练几个月，应该就能修成本命秘技了。给少主的剑谱是我寻来破境的，玄奥的很。我练了大半年，还差不少才能修成本。你今日倒是格外反常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，家主，长青呢？长青读书去了，还没回来。你找他有事儿？都这个时辰了，也该回来了。难道是表现不好，被如仙给扣下了？还没回来？我1个时辰前就碰到长青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找地方去练剑法了吧？这他妈家主神识一扫，那不完了吗？咦，二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秋，有关秋的诗词，靠你了，长青。我家里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什么秋？二牛这小子找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今天是爹当大厨，看来今天有好吃的了。那当然，你爹做饭那可是一绝，世上少有人能吃到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，儿子？先生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先生还是很好说话的。这如仙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要3次才能拜师成功的吗？先生就没说别的？咱们这大山里的孩子去求学，就没点瞧不起什么的？这爹当到苏南这份上也是没谁了，生怕自己孩子优秀似的。不过谨慎点也好，事实证明天赋太好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倒是没瞧不起什么的，只是老师说我的天资不算太好，也就比普通人强上那么一点儿。老师还说，要是不多加努力，日后怕是很难会有什么成就。不愧是如仙，靠谱啊！不过爹娘别担心，我资质是差了些，但先生说了，只要用心努力，以后必有一番成就。好，有这个觉悟就很好。放心，你还有你爹呢。行了，赶紧去吃饭，饭都要凉了。今天炖的可是野鸡。万事开头难，如今长青走上了关键的第一步，那我也该快些去安排接下来的事了。启蒙老师找的是如仙，那修行的引路人找谁好呢？家主，现在方便过去吗？文林啊，什么事儿这么急？不能明早说。家主，苏家出了点事儿，我做不了主啊。最近咱们南域的太虚禁渊不是开了吗？其他几域都来了不少人，可不知怎么的，二少主和万华寺的那帮和尚对上了，少主吃了点小亏。他娘的，那帮秃驴敢伤老二，活腻了他们！叫人，明天我亲自去趟万华寺，看看他们哪来的狗胆，敢在南域动我苏家的人。家主别急，二少主没吃什么大亏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后来二少主拉走了苏家1/3的人，把万华寺的和尚都宰了个干净。我居然担心这臭小子吃亏，真是多虑了。二少主那性子，不欺负别人都是好的，怎么能让别人欺负了？不过现在关键是大少主知道这事儿了，大少主又拉走了苏家1/3的人，把整个太虚禁渊都给围了。一群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让你们免费来南域，不知感恩戴德就罢了，还敢伤人！既然不想安生，那就谁都别安生了。今日我苏家就接管禁渊了。老二虽然狂，但做事还有些余地。但老大做事不做便不做，做便做绝，这是一点没给万华寺活路走啊！左右不过是苏家现在人手不太够，要带些人回去。老大既然都放出话去了，
那也没必要驳了他的面子。长青再有2年也该离开这儿了，你留在这儿也没太大意义。这几天你在村里挑几个人手，直接回苏家吧。家主，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这次我得带走10几个，村里总共才10几户，60、70人，要是一下走这么多，会不会太显眼了？以往1、2个人可以说是被大虫叼走了，可总不能一下叼走10几个吧？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。长青刚读书，不能因为这些事儿给干扰了。要不趁少主去读书了，回来就说大虫进村了，咬死了10几个。你傻还是我傻？什么大虫能扛住一村人揍？也对，那要不就说感染了风寒去世了？你家风寒有那么大劲儿，能让10几个大汉扛不住？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笨呢？咦，有了！什么办法？风寒当然死不了人，可要是风寒再重一点呢？比如瘟疫。爹娘，我走了。长青啊，去读书啊。文林叔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没事，昨日受了些风寒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赶紧去上学吧，读书重要，别误了时辰。啊，那文林叔记得多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深秋天寒，要让爹娘多注意些了。也不知道茹老师有没有制作药食的方子。茹师傅，进来吧。今日还是看书。世间万法，读书是最简单的，也是最难的。要想在儒道有所成就，必须有海量的知识为底蕴。当你看得多了，懂得多了，那自然便能明白这天地间的道与理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随时问我。切记不可贪多贪快，要真正明悟其中的道理，一本书才算看完。明白了，师傅，我会认真看完每一本书的。学无止境啊！文帝的儒道造诣令人兴叹。这都是一天看完的，这些书可不是大陆上流通的普通书籍，而是圣学院内的儒道珍藏啊！长青，这都是一天看完的，这些书蕴含道文，他竟无师自通，一日吃透，浩然正气，一天读出浩然气，这是天生的文道圣体啊！18岁前一本书没读，如今一日便修成浩然正气，难怪苏家刻意压制他。此等天资，若是不加压制，必会快速登顶。信性配不上力量，迟早会毁了他自己。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打断你学习的计划。啊，已经申时了吗？抱歉，老师，是学生读得太入神了，一时忘记了时间。读书刻苦是好事，但也要劳逸交合。今日读得尚可，但不可松懈。你的底蕴太差，这些不过基础书籍，要早些读完。是学生过于愚笨了，老师放心，明天我一定能看完这些书。去吧，明天再来。我得好好缓一缓。是，那个茹师傅，你有没有能炼制药食的书？这些日子村里不少人都受了风寒，我想试着学学，帮村里人熬点驱寒药。你说的村里人是青山村？是啊，这几天村里大家一直咳嗽。那青山村的人修为各顶各的强悍，这些人居然会感染风寒。治愈风寒的书我没有，不过它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。记得，这东西得来不易，除了你不得传授他人分毫。师傅，这东西很贵重吗？贵重，自然贵重。此书出自天一大地，不需要问太多，你只需记住，此物连你父亲都不得翻阅。回去吧。能让先生这般看重，绝非凡物，莫非是朝中太医手传的秘卷？天一奇卷虽好，但剑法对我的吸引力才是最大的。再来，闪！这是练剑练出了别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本命秘籍，没想到这残缺的秘籍也能练成本命秘籍，
也对，招式虽然只是术，但也是完整的个体。虽然没有法不太完美，但只论术，这剑法已经圆满了。本命秘技是很强，可终归残缺，还只是凡俗。不过拿来玩玩过过瘾，有此收获也算意外之喜了。时辰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爹，我出门了。臭小子，你的惊涛剑凝结本命印记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1个月内再突破不了第4境，我剥了你的皮！1个月凝结本命印记，开什么玩笑？那玩意儿有多难练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诗。昨天我和青丘约定好了，3天内要拿出诗来。这要做不到，我都没脸去见人家了。少主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在哪儿偷偷练剑吧？哎，要耽误了我的情诗，不得亏大发了。二牛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嗨，长青，怎么才回来啊？最近在后山找了块地方练剑，那玩意儿练不成的。你现在还是安心读书，要是让你爹发现了，咱俩都得挨揍。练不成，我练成了呀。那可是天级下品秘技，我练了快半年才达成，估计就是简单的招式挥剑吧。放心，忘不了你。等有时间了，我教你。那我真是谢谢您嘞。长青，怎么样？今天把诗搞到手了没有？诗啊，秋天的诗啊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可是在青丘面前夸下海口的。坏了，光顾着练剑，把这茬给忘了。记得呢，瞧你紧张的样，问题不大。我记忆中的诗词，别说1首了，就是100首也是手到擒来。真搞到了，这可是如仙的作品啊！有关秋的诗，既然是要送给心上人的，那得要应景一些。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相思相见如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。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。早知如此盼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这诗如何？是不是很应景？出自先生之手，够了够了，长青我先走了，谢谢你啊。是山野村民不懂，还是诗仙的诗在这世界吃不开？算了，读出浩然正气，这才是要紧的事。中计了，怎么矫健了？你想说之人？又有大才出世，做出稀世诗词吗？光华杖300，这比前2天魏院守的弟子还要强上1倍之多啊！唉，羡煞我也，这赐下的浩然正气足够我再进一个台。谁说不是啊？唉，儒道就是如此，天骄可一步登天，庸才却步履艰难。万丈霞光，文帝赐言，我的百丈光华简直就像太阳下的烛光萤火，昨天才刚走出阴影，今天怎么又来一个？被打击到了。老师，别妄自菲薄，思虑太多会伤神的。出现一些不常见的事情，也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再者，谁又知道这引动文帝赐福的人是不是一个沉浸儒道多年的老学者呢？可不是谁都能在你这个年纪引来文帝赐福的。所以不必妄自菲薄，你已经很优秀了。那2年之约的事情，也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尽力便好。老师放心，不论如何，我一定会赢。尽力就好，早些休息。能成为儒仙的弟子，定有不凡之处。琴棋书画我不怕，可诗词歌赋，儒仙可是以诗词扬名的啊！难道到时候直接放弃笔斗诗词，还是不够稳妥？最好在2年内做出几篇不俗的诗词才行。青丘，诗我给你做出来了，在不在？回话！我这诗词可是天下一绝，错过可就没有了。这个呆子还真搞来了一首诗，不会真拜了个儒道师傅吧？你一个武夫不好好修炼，天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？你不是跟一个混蛋要比试吗？我这首诗绝对能干掉他。拜托，你一个武夫做的诗，我要来没用处啊！我要的是名言绝句。我这就是名言绝句，没有比我这更绝的了。行啊，你发来我看看，看看你这武道天才是不是也有文道天赋被埋没了。怪你运气不好喽，谁叫我刚刚被人打击到了？这次我要好好批一顿你的破诗。这是秋风清月明，入我相思门，长相思兮无穷极。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这呆子，这诗的意境竟到了如此地步。这诗先以物拟景，再以情入境，深秋景色本就悲凉，再融入相思之情，更是相映成章，完美融合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这诗的意境简直完美，节奏、错落、韵律都无可挑剔，世间少有的好诗。那相思的意境和寥寥几笔便刻画的悲秋之景，
我怎么也没想到苏明宇一个武夫居然能给我这样一个惊喜。此事是谁做的？能否引荐一下？废话，这可是如仙大人做的，不用引荐。这诗你拿着用就行，2年后用这诗干掉那小子。开什么玩笑！这要是被原诗的主人发现了，那还不问罪于我？你放心，这诗的主人绝对不会关心这些小事儿，那是一位隐居的儒道高人。隐居的儒道高人，要是一般的事情，我绝对不屑于作弊。师傅一辈子都在和如仙比，却因为如仙太过天才，输了一辈子。可2年后的比试不一样，那关系到师傅和如仙之间的胜负之争。师傅年岁已大，这是他能争的最后一回了。这口气，我必须替他争回来。青秋还在吗？多谢，这帮了我很大的忙。等事后，我亲自去找高人赔罪，说明缘由，是打是罚我都认了。没事，青秋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苏明宇，我要闭关2年，2年后我去找你。好，我等你，青秋。我家那口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天咳个不停。以往风寒也没这么重啊。谁说不是呢？我隔壁的苏老八今天已经咳得下不了床了。听说村里好多人都病了呢。村里也没个郎中，也只能这么挺着了。没想到这次风寒闹得这么严重，居然好多人都生病了。长青回来了。文林叔，你这才过了1天，就咳成这样了。没事，你文林叔能顶住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经此一事，村里少了那么多人也正常了。要是和平年代，以苏家的威势，就算养几个纨绔子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如今不行，大势将倾，苏家这代的扛鼎人必须要足够优秀才可以。小王八蛋，你给我滚过来！臭小子，又跑出去玩。惊涛剑法你练成了，本命秘技你凝聚了，还没突破第4境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苏家出了点事，过几天我要提前走，在走之前，我要好好抓抓你的修炼。爹，你又不会剑法，你能教我个啥？你放心走吧，我肯定会好好修炼的。我是不会剑法，可我还不会揍人吗？只要揍得狠，就没有练不成的剑。跟我走。爹，轻点儿。不知道老师的这本书有没有作用？世间疾病还有这么多种吗？不知道文林书的症状在不在里面？居然需要上百种灵材，还要根据病情随时改变搭配，这浩瀚的知识真是奇妙。居然早上了吗？我怎么还这么精神？难不成我读出浩然气了？现在最缺的就是药材，趁还早，先把药材采回来吧。山里野兽不少，要是几天前我还真不敢去，不过现在倒是有几分把握。宝剑配英雄，剑法没有剑总归少了几分气势，干脆把二牛哥一起叫上，遇到危险有个帮手，也能顺便教教他剑法。这书读得好好的，怎么耍上剑了？长青也没学过剑法呀。如仙教书的法子能和一般人一样吗？没准是给长青布置的功课呢。既是李先生的功课，那便合理了。蠢蛋，这剑法怎么练的还不如上一次？你唬你老子，越练越退步。你想什么时候凝结本命秘术？太弱了，再重新练。爹呀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？你一个练枪的教我怎么练剑，你觉得靠谱吗？怎么不靠谱？剑法我不会，但还看不出好坏吗？你小子就是不用心练。现在你距离凝聚本命秘技就差1步了，要是不催紧点，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赶紧练，别废话。算了，再忍几天，老爹留不了多久了。二牛哥，起床没？是少主，他肯定找我有事儿，我去看看。臭小子，长青，是不是有事儿？有急事需要我帮忙？又惹文林叔生气了？确实有事儿，想让你跟我去山上一趟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端端的要上山干嘛？那地方的野兽可不少。找药草，这2天村里不少人都受了个风寒，咳个不停。这么下去我怕出事，特地向老师求了一本医书，学了几个熬药的方子。还带着把铁剑，你不会是要用它来防身吧？当然，今天叫你来，一来有个伴儿，二来就是教会你剑法。那秘籍是你送我的，我怎么也不能独吞不是？你教我剑法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学。长青啊，还没多谢你上回那首诗，可是让我硬气了一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有需要再跟我说就行。真的？那我可不跟你客气了。不过也不用太多，再有1、2首就行了，太多了别到时候惹先生生气。好说。
惊涛剑，怎么样？这剑法是能练成的吧？是我练了一夜剑法，看错了吗？二牛哥，你先找个石头躲起来，不要乱动。惊涛剑是我给他的，还是残缺的？这才2天，人家就这样练成了。怎么样？我告诉过你能练成的吧？长青，你以前练过这剑法？没有啊，不是你前2天给我的吗？2天就练会了，这咋可能？对啊，这东西又不是很难，练啊练的就练会了。这便是家主不惜耗费18年光阴养出来的妖孽吗？如今世道大乱，有少主在，那巅峰之位当有苏家一席。那么激动干嘛？忘不了你。快走，杨学要来了。想学？学，肯定要学。先复习一遍，我再教你。你先耍一遍，哪里不对我再告诉你。长青，看出哪里有问题了吗？二牛哥，你真是个天才，只是第一次练，居然就练得这么好。老师说的对，我也就比普通人略强一些，亏得我还以为自己是剑道的天纵奇才，结果也不过如此。我天才，我练了大半年才练成这样，你2天就练出本命秘籍了，这夸奖比骂我还难受啊！长青，我这剑法看出哪里有问题了吗？问题很显然啊，此剑法叫惊涛剑，但也不是上来就要势如破竹，蓄势如从弯弯小溪汇集湖泊，再到湖泊流入江海，最终万溪归流，旋起惊涛骇浪。你呀，就是操之过急，用力过猛了。操之过急，用力过猛，原来困住我的问题如此简单。二牛哥比我还要厉害，印记凝结的比我的明亮多了。长青，你以后就知道自己有多厉害了。行了，药材采的差不多了，你剑法也学会了，该回去熬药了，要不该误了上课了。二牛哥，你在这看着熬药，火不用太大，2个时辰后就成了。你记得让文林叔来喝药。我得赶紧走了，要不然赶不上读书了。喝药？这药就算丹圣炼制的，也治不好我爹的病啊！臭小子，少主都走了，还不赶紧回来练剑？小王八蛋，你还长本事了是吧？喊谁小王八蛋呢？本少爷练成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家主指点你了。嘿，那你别管了，总之练成了。得意个什么？还不是你老子教导有功。行了，您可别提您那教导了。过2天我就要走了，你可不能丢了修行。马上就突破第4境了，这本给我好好练。天阶中品星耀剑华诀，老爹，你把你的苍龙枪卖了，下这么大本？我卖个屁的枪，这点小钱还难不倒我。你也知道这东西珍贵，2年后不要求你凝结本命秘技，但也最少要大成，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。天机中品的秘技难修得很，再加上没有老师，这怎么练？等等，不还有少主呢不是？你小子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嘿，给你熬药呢。你不是受了风寒吗？少主担心你们，特地问如仙求来了个方子。算了，你接着熬吧，总归是少主的一番苦心。我走了以后别惹乱子，不然出去我饶不了你。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，早些年受的伤还没好利索，这回出去小心着点。你和少主接触的时间多，记得不时提醒下，就说我们快不行了。唉，这样瞒着要到什么时候啊？二牛哥，文林叔他们服药了吗？效果怎么样？没有任何效果，病得更重了。文林叔，不对啊，我明明是按照医书上来的，怎么会没效果？都对啊，比例也对，药草也是从山上采的，怎么会没效果？糟了糟了糟了，不会要穿帮吧？文林叔，我来帮你把把脉。不对啊，气血分明的下人，脉搏强劲有力，这怎么看也不像是风寒的样子。糟了，少主啥时候学会号脉了？如仙连这个也教？文林叔，
你具体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我就感觉胸口剧痛，血气紊乱，体内经脉逆冲，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风寒你能治好，这修行上的救伤难题总能难住你了吧？对上了，医书上有记载这个疾病。对上了。文林叔，我回去翻翻书，你等我。医书连修行的救急也能治吗？治个屁！修行到我这等境界，身体已经和普通人是两个概念了，哪里还有病一说？我这伤是当初和一位魔族大圣拼杀月余落下的暗伤，连丹圣的丹药都治不好，更何况是医师了。算了，别想了，等少主折腾一阵儿，发现没效果，也就放弃了。我去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后天就走。人潜力无穷，身如天地，而天地受损则根基动荡。一人如修正天地，天地完善则伤势无害，以后再研究。现在还是先找到治疗的方法。九玄真法一玄一天地，九玄可让日月异行，天地倒转。早上熬的药也没用，这医书不会是假的吧？算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相比不省心的老大老二，长青要懂事的多了，这证明我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。该给长青准备一个宗门了。你打算让长青加入哪个宗门？南域星兰国的无极宗不错，宗主大圣修为，门下弟子个个出类拔萃。不过小凉山的凌霄仙宗传承更好，他们第二境修炼法可号称天下之最。怎么能进别人的宗门？再说了，那些宗门里乌烟瘴气的，去了能学好？那你打算让他去哪个宗门修行？哪里都不去，我自己建一个。长青现在太弱了，还不是让他知道真相的时候。等他什么时候修到第4境，再告诉他不迟。而咱们自己建造的宗门，可以如青山村一样，不让长青发现端倪。你知不知道建立一个宗门需要多少人手？宗主、长老、执事，还有各种弟子，没有万数人根本下不来。咱们苏家就算再家大业大，也没那么多人有时间陪长青啊。没人招就是了。我要建一个南域最强的宗门，外门弟子按照顶尖门派的内门弟子招，内门弟子按照顶尖宗门的核心弟子选。至于核心弟子，就找那些天骄妖孽。我要把南域的天才一网打尽，供养长青磨练变强。你知道要吸引那些天才来需要多少资源吗？资源？老婆，你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大事是要来了，可在大帝没出现前，我苏南便是这南域的天。别说只是一些弟子，我便是让那些太上长老来我宗门做个执事，也无人敢说一个不字。而且相比于其他5域，南域太乱了。若是地陆之战打响，其他4域第一个要针对的就是我南域。我要培养出一批将来足以为长青保驾护航的人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想多了，我可是准地巅峰，就算其他域主联手，我也不见得会怕他们。睡觉睡觉。准地巅峰很强，可时代变了，天地压制消散，准地不再是无敌的代名词，不是其他域的域主，那便是南域镇压的黑暗禁区，要复苏了吗？应该足够治疗文林叔的伤势了，不过还要看看老师那儿有没有银针，那针法有些太玄乎了，只能试一试了。来见我。家主，此次你们回苏家有2件事要办。第一，看好老大老二，别让他们把事情做得太绝，留些余地。第二，去通知南域所有势力，1年之内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宗门。告诉他们，那些弟子还是他们的人，我借用一段时间，同时也会好好培养。家主，这件事告诉他们这不是商量，谁家没来人，或者来的人滥竽充数，都给我记上，我会一一拜访。是，家主。这次家主要随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有别的事情要做，长青还差几个老师，我得一一去确定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明日一早等长青去上学了，你们即刻启程。诺。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，长青。二牛哥，你心是真大呀，文林叔都下不了床了，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急啊。这个，不是我不急，是急也没办法。今天的病情更严重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。长青来了。文林叔，我看了你的伤势后，学了一套针法，又问老师求了一套银针，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治好你的病。尽管来，你文林叔挺得住。九玄针，第一玄。怎么回事？体内气血竟然不受控制了，旧伤要复发。区凡人银针怎么逼不出去？长青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点力气都用不上？爹，还是你会演。文林叔放心，
这是正常现象。这第一玄真法名为封天，可以锁住人体全部气息血脉，号称连天都封住，不得动弹半点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才是主要的。连天都能封住，那长青真法可练熟了，可有把握？文林叔，你挺着点，接下来怕是有点痛。动不了，真的动不了。兔崽子，把你苏南大别叫来，他不在，我有点怕。演的有点过了吧，爹，放心吧，既然是先生教的真法，那肯定没有坏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这样了，好坏还能怎么样？长青，拜托了。赶紧去找你苏大伯，我怕顶不住这针法。放心，二牛哥，文林叔身为病人害怕一点是正常的，但长痛不如短痛，我来了。好痛，旧伤在爆发不对，有一股神秘力量在牵引气血本源，连圣丹都治不好的伤势，竟然在被修复。哇！爹，长青你先别动，我去找人。家主，快来啊！出事儿了！瞎喊什么呢？都快第4境了，一点稳重劲儿都没有。你爹死了，让你急着这样。家主，你猜对了，我爹真快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是魔教的准帝还是妖族？好大的胆子！不是准帝，是少主，少主在给我爹治病，快治出事儿了，都吐血了。长青给你爹治病，快给治死了。长青现在连修为都没有，就算你爹站着让长青打，那也破不了防啊。我倒是要看看一个凡俗是怎么搞死一个大圣的。装的还挺像，不对，他体内的力量被一股特殊的法门给锁住了。这是阴针牵引身体本源，如补天一般，再缓缓修复根基之伤。具体怎么回事？仔细说。少主说从李先生那儿学了一套针法，这针法是李先生教的。传言当初如仙崛起，曾进入过一位大帝的陵墓，莫非这针法是从帝陵中带出来的？世间曾诞生过的大帝不少，可要说精通医术的，难道是最古老的那位？于是唯一一位以医术正道的天一大帝，这人情欠大了。家主，情况怎么样？要不要先把我爹弄醒？你现在把你爹弄醒，你爹能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别慌，现在对你爹来说是好事儿，没准儿过段时间你就有一个准帝老爹了。啊，准帝！终于好了。爹，你怎样了？对了，文林叔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舒服一些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我还顶得住。文林叔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二牛哥，没能把文林叔救回来。没事儿，也到他了，和你没关系。二牛哥，文林叔死了，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难过？二牛哥，对不起，我没事。老爹旧伤康复，没人管我了，又得了新剑法，这可是4喜临门啊！哭我是做不到了，我保证不笑，也做不到啊。村里的事我也听说了，一场瘟疫带走了许多人。如果我要是再熟练一点就好了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好好读书，才能守护你想守护的人。浩然之体，没想到我一直打散长青身上的浩然之气，却意外锤炼出浩然之体。日后怕是没法再压制长青身上的浩然气了。长青，日后都不需要看书了，我教你琴棋书画如何？朱老师终于要学其他的东西了。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明天有好东西教你。今日我传你4艺中的书法。好俊的字。世间书法很多，但大多分为4个层次。世间读书人众多，愚笨者终生困于形，聪明些的可步入技。可唯有艺和道不得苦练而来，只能等自身明悟，或有机缘造化。艺字者万中一二，道字者世间罕见。若想学我这鱼龙舞，非艺字入门者不可学。你可想试一试？三笔凝意，一个传人。我等了300年，如今终于被我等到了，是该抽时间去算算旧账了。那一天不会远了。老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无碍，想起了一些往事罢了。接下来的1年里，我会教你我的所有，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好，我会努力的，师傅。爹娘，我出门上学了。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儿子怎样都是帅的。
少主读了1年书，就是不一样啊！这身打扮更像是外面的读书人了。长青，1年过去了，让我看看你学到了哪些。是，老师。1年就练成了我的艺法。长青的天资还是太过聪慧，配上这具浩然之体的浩然正气，艺法也成了大杀术。这1年太过顺利，也是时候让长青见见自己的师兄了。